就这几个破钱，还不够老子玩一把，真晦气！那是姐姐的救命钱，姐姐的救命钱，还给我！滚开！轮得到你说话？眼盲心不盲，古代剑运，你并非凡人。小家伙，从今往后，我护你修行，如何？8年了，你终于走到这一步了。这天下很快就会知道，瞎子乞丐也能执剑。筑基中期，若不是因为这千年白玉髓，起码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才能突破。京晨，想不到你竟然在这里挑了一座山峰啊！你小子竟然也筑基了？我和你们比不了，炼气九从巅峰的时候就突破了。运气好，用所有积分换了一颗筑基丹，勉强突破了。对了，你这是干嘛去？不会就是过来看看我吧？这不是宗门得了2个秘境回来吗？听说符合条件的弟子所需要的积分也不少，我就在任务阁接了个巡逻境内的任务，足足50积分1天呢。这任务50积分1天，怕是没有那么简单，你还是要多加小心，有任何异样立马发宗门信号。放心吧，又不光只有我一个巡逻弟子呢。那你修炼吧，我走了。林东，林东！楚师弟小心一些，还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。是林动。是什么人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入侵苍云剑宗的境内？难道是青龙岛和七贤门？可仅凭他们2家，怎么敢硬碰硬？激昂山脉东南方，1000外500丈外，他们的方向应该在那边。天土峰弟子林东身份遇见丢失，在我手里。激昂山脉东南方向1500丈外。师弟小心，来者3人，还有一个黑袍人修为在筑基后期。师姐放心。哼，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我苍云县宗撒野了！2个筑基中期，1个筑基后期，应该是刚刚突破的后期。小心！好快的剑！胡三小心！如此大摇大摆重伤我苍云剑宗弟子，若让你安然离去，宗门威严何在？今天你必须死！
这瞎子的肉身力量竟如此恐怖！我一鞭！该死的！他的元力和神识怎么可以做到维持2大灵咒这么快的释放？雷枪！去死吧！奔雷。该不会都是楚师弟一个人杀的吧？这实力也太恐怖了吧！还看什么？抓紧让他回来啊！京晨，可以了，没有敌人了。彻查，势必要查清楚这件事。这小家伙天赋真的太过逆天了，或许宗门未来的希望都在他的身上。这次的事情是该好好调查一下，况且日后也不能让他再这么以身犯险了，那可是筑基后期境啊。以他的实力，斩杀初入后期之境的修士还真不难。一些圣宗弟子，就连越级斩杀金丹修士的先例也并非没有，何必大惊小怪？还好没吵醒。这小子身子骨也太好了。你身上的血色符文是怎么回事？也没什么，我爷爷给我画的，不知道有啥用，对我也没什么影响。京晨的爷爷，难道最少也是元婴境大能，甚至是化神境？只要对这孩子没坏处便好。先吃点东西吧，吃了之后我帮你换药。药膳，还是添加了灵草和妖兽肉的。师傅，这不会是宗门里给您准备的吧？吃你的就是了，是我让他们准备的。你小子受了伤，吃好点好养身体。宗门的资源只够开启1次试炼秘境的，我可不让你小子赶不上。师傅，对于我杀人的事情，你好像从来没有多说过什么。说个屁！他们都进到宗门境内的，难道那种情况下我会说你没有留活口？再说了，斩草除根，这是修仙界结仇之后的第一铁律，你一定要记住。无论对方是谁，身份有多么尊贵，一旦你们之间产生了冲突，只要有机会，一定要下死手，能杀则杀，千万不要心慈手软或者有所顾虑。虽然你师父我说是这么说，但是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滥杀嗜血之人。如果将来你变成那样的人，我一定会亲手清理门户。京晨，你要记住，这里有一杆秤，什么人该杀，什么人不该杀，他最清楚。这杆秤目前或许只有个雏形，但我相信师父会教我刻上正确的刻度。
来玉湖峰找我。哈哈哈，楚师弟好些了吗？师弟楚京晨，见过陈师兄。别这么客气了，我才筑基没多久，你居然都突破到中期了，这人比人真是气死人。看你还没醒，昨天我们几个师兄弟就顺手帮你把木屋给弄好了。太麻烦诸位师兄了，进来坐坐。改天吧，我还要去任务阁一趟，看看能不能再挣点积分。这种被人关心惦记的感觉，真好。楚京晨，我林东这条命是你救的，日后若有需要，随时拿去。去，一个臭男人，我要你的命拿来做甚？怎么着？今儿也想红尘炼心？我看是你小子阳气正盛嘛，你该不会背着我偷偷去炼心了吧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背着你独自一人前去。什么红尘炼心？宗门带回来的秘境里面有这个，你们都已经进去过了。那个，下次你们去的时候能带上我吗？我天赋比不上你们，但是我也想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气魂只能用魂器来承载，就算是法宝都无法承受。你现在的灵石有多少？差不多1万块，但是那龙蛋的祭坛灵石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最多还能坚持1个月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你给我100块下品灵石，我会在剑侠的祭坛空间内帮你幻化出一个铜镜之中的剑修，帮你提升实力。100块，你怎么不去抢？那你自己练剑吧。对了，你已经3天没有分给我任何元力。给，但是你得告诉我那是幻化的是什么玩意儿。还有，100块灵石能够维持多久？100毫幻境。至于100块下品灵石能维持多久？1天，1个时辰。一炷香。一炷香要100块灵石。这个幻境所消耗的力量非常可怖，更重要的是，现在的我根本维持不了太久。要不要试试？你自己决定。我和你所谓的100毫剑修相比，相差有多少？云泥之别，现在的你和一些真正的天之骄子相比，差距太大了。天地之大超乎你的想象，天才那是最不值钱的东西，只有能一直活下来的人才能被称之为天才。有些人甚至天生剑体，出生之时便会觉醒本命气魂，伴随一生。有的人一招顿悟，连破3境，也有人握剑之时便无可匹敌。但是这些人往往都活不到最后就夭折了。一炷香要100块灵石，是幻境所消耗的力量非常恐怖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的我根本维持不了太久。要不要试试？你自己决定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和其他天才之间的差距。筑基中期很弱吗？不，只是你还没有遇到强敌。你可以自负，但绝对不可以自大。受教了。还要继续吗？继续。不要只看对方的眼睛，全身每一处肌肉其实都可以提前预知他下一步的行动。你的左手剑速要比他快，要不要试试？不，我想凭借自己的实力试试。5炷香的时间，被杀了32次，心智还没有崩溃。面对他人的告稿，还能沉下心来听取意见，如此心性，有姿。我赢了！恭喜你，斩杀了100毫阴魂的一缕，
你的投影将成为新的100豪之一。你只用了3天半的时间，很厉害。我怎么感觉你有点不一样了？哦，哪里不一样了？说不出来，感觉就是不一样了。就好像以前的你要是想杀我，或许会费上许多手脚，但是现在你给我的感觉就是随时都可以出剑杀我。我杀你干嘛？不是来找我一起去宗门的吗？抓紧走，还有些时间，我回去换身衣服收拾一下。这次的试炼秘境，我们也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你们要记住，机缘往往也伴随着危险，或许会有人深隐其中，但我辈修士就要是与天争、与地争、与自己争。若是怕生死道消而驻足不前，又如何踏上9天，看看那灿烂人间？这就是为了试炼秘境而建造的吗？此次进入试炼秘境，共计50名筑基弟子，希望你们都能平安归来，切记不可同门相残。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宗门的身份玉旗记录下来。若是有人心术不正，哼，休怪宗训无情，速速进去！神识被压制到了10丈以内，宗门御剑也动用不了。刚刚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些遗迹至少有1000年之久，机关竟然还能运作。机关一族，这里难道是墨家一脉的遗迹？袖剑，这威力，若是近距离挨上一剑，就算是筑基后期也挡不住吧？筑基修士的元力屏障根本挡不下呀！还有好东西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就算是这遗迹再大，也不可能一个人都碰不到啊！这里到底还有着多少机关？若非是经历过幻境的我，必然会死在这秘籍的剑势之下。难道是宗门弟子因为某种宝物内讧？按理来说，本宗弟子之间绝对不会如此。要么是发现的宝物诱惑太大，要么希望别被我抓到。小心，他们人很多。
随便找个房间躲起来，他们不止一个人。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被随机传送到了不同的地方，除了黑衣人外，我只遇到了你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但是对方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杀我。一息四斩，要不要追上去？先换上。这个时候穷寇莫追，先弄明白这地底下是怎么回事再说。原来这些复杂无比的机械结构，其核心的驱动力量，竟然来源于鹰手里面的腰带。不好，是镖囊！四队的小队长死了，千机伞死了。这次苍云剑宗进来的弟子实力普遍都很弱，有谁能杀了千机伞？先不管他们，你们其余2个小队都杀了多少苍云剑宗弟子？5人。我们这边只有3人。这次苍云剑宗进来了几个筑基后期的家伙，比较难缠。进来50个人，我这一队杀了4个，还剩下38个。先不管那么多了，趁着他们还没找到这里，我们先下到最后一层，找到千机阵盘。面容不像宗门弟子，更像是无门无派的江湖散修。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看起来就像是江湖散修一样，但是这些人的实力都不可忽视。但是对方很明确一点，就是想要杀死所有咱们宗门之中的弟子。难道每下一层都会触发一层机关？
找找这房间里有没有什么暗示机关一类的。楚京城，这样也好，出不去就出不去吧。要不然以我现在的伤势，和他在一起也是个累赘。就是不知道其他人都怎么样了。小心一点，这是2具傀儡冰丸。傀儡冰丸？没错，虽然是2具最低级的银甲冰丸，但这好歹是墨家一脉打造的，堪比筑基后期。这2具冰丸，若是你能将其收下，倒是不小的收获。不过，这冰丸试炼的最终奖励可是那把剑。为啥？因为那是一把魂器。魂器？这傀儡和宗门践踏的傀儡有什么不同之处吗？冰丸，墨家一脉独有的秘术，直到很久之后，才被现在许多的炼器师拆解了其中的奥妙，但却没有人能够做到如此精细的程度。冰丸傀儡的活动性，比你们宗门剑塔之中的傀儡高级太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冰丸的铠甲是完全可以穿戴在使用者身上的。好快！若是换做2个筑基后期的修士，这会已经早死了。这傀儡到底是什么材质打造而成的？防御力太高了。这剑不错，已经达到了灵气的级别，还是一把墨家打造的魂器。看来到金丹期之前，你都可以不用换配件了。要不要试试将气魂融入长剑？难道是冰丸的力量驱动？这里的墨家遗迹可有名字？地坤城。看来这些层数都已经被别人抢先通过了，应该就是那群黑衣人了。但是那为什么没有全部打通呢？就打通了1层，这第1层的玉牌还是偷偷捡的人家的，你们能再废物一点吗？哼，我们废物。也没见你去闯那冰丸12层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把千机阵盘拿到手。那个瞎子，若是有机会，就让他上。以我们对千机阵盘的了解，一定可以将其杀死，顺便还能拿到赏金。
这些人不可能是一级原住民。宗门秘境只开一次，他们怎么混进来的？难道和前几天的外人入侵有关？陈师兄，你也碰到了那群人吗？快，我这里有解毒丹，快服下。你体内的毒素已经开始扩散了，这块血肉必须剜掉。无论你们是谁，我一定要你们付出代价。段少，你进来之后看到过柳素没有？看到过一次，在主城城北。可就在我想要上前帮忙的时候，柳师姐连同那黑衣人一同被坍塌的地面给吸了下去。我当时受了伤，赶到边缘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。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身份，你先上楼处理一下伤口，顺便看着一点叶枫。他受伤比较严重，这会儿昏死过去了。师兄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这机关场十分诡异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冒险去找柳师姐。我怎么可能不担心？那群人手里面都有不少暗器，而且都涂了毒，稍有不慎。总之，你留在这里，有什么事儿就大喊几声，我不会走太远。师兄，虽然你刚入内门没多久，但是我段雄也好，其他人也罢，当初在外门之时，都是你照顾我们大家。我知道你喜欢柳师姐，但依我所见，以柳师姐的实力，反杀内人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应该。我还是不放心，我去看看便回来。一起上。你们听到他说什么了吗？一起上！你别不是个傻子吧？一群宗门子弟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你我二人生死战，敢不敢？没想到这座机关城对于剑灵的压制这么强。嘴上倒是挺能吹的，1对1都不敢。怎么着？要不要老子把境界压制到和你一样的中期呀？毕竟打小孩这事儿多少有点不光彩。就是。一只狗叫没什么感觉，一群狗叫却是挺烦人的。就你们这些骂人的话，忒低级。就我们村头王寡妇一个人，能骂你们一群3个时辰都不带喘气的。请不要再用你们的排泄器官跟我说话了，实在是味儿太冲。一群跳梁小丑还舔着个脸在这蹦跶。要不你们再等等，我去喊点人，咱们直接乱战，到时候谁怂谁孙子。我要不把你们屎都打出来，我算了，跟你们姓太亏了。不是想单挑吗？可以，我一个挑你们一群。走了。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既然只有你一个人到来，那就由你来参加这场赌上性命的棋盘吧。楚师弟，你怎么在里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师兄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还得真要谢谢你，若不是你一个人先到来的话，还真未必能够开启这第13层的千机阵盘。12对19，只要我赢了，你们都得死。
楚师弟，楚师弟，这他娘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要担心，我没事。这应该就是他们最终的目的。无论是谁出现在这里，都会站在我现在的位置。12对19，赌命。幸亏不是叶枫站在这儿。仙女这是妄念。师弟！爽不爽？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里，用你们的死开启这千机阵盘千百年来的秘藏。趁你病，要你命！死！我要你死！师弟，小心啊！动啊！那黑色傀儡为何不动？这群傻子还不知道千机阵盘是回合制，看来这次一定能够打开14层了。该死！他拿到了守护之山的玉牌。哼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傀儡被挪移到了刚刚跨过界限的位置？啊，不对，他面前那座阵台是什么？那双手剑花用的真漂亮。今天我们要是能够相安无事，那我们的命就都是楚师弟救下来的。若是有人暴露了他左手剑的秘密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该死的家伙，双手剑竟然让你突破限制，可以一次同时攻击2座石像吗？看来你还不是特别蠢。小杂种，你知道为什么千机阵盘为什么要将所有人都笼罩在阵法之内吗？银色仅剩2座石像，是否补充到3座？补充！魏坤，你这个混蛋，你不得好死！放了我，快放了我呀！我不想死，魏坤，我是你弟弟啊！好了，现在我有3条命了，我们继续。如果楚师弟也剩下2座石像，他会不会？如果一定有人会死，那就让我来当第一个。大师兄，好了，都别说了，我意已决。我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身死。
楚金晨，你疯了吗？你在做什么？你是准备等死了吗？不忍心用他人性命苟活，干脆大家一起死。既然你这么选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开启无限制回合。黑方以3座石像为代价，开启无限制回合。楚师弟，你在干什么？去死吧！区区火焰之力，也想妄图焚毁密银兵甲？给我杀！让你尝尝冰火两重天。补充到3座石像。你还真是心狠呢。你不是想要保护他们所有人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最后能不能保下他们。这千机阵盘之下到底有什么东西，值得你这么疯狂？有什么？当然是一次改天换命的机会。只要我能拿到天魂雷根，能替换掉我现在的杂灵根，所以你们都要死在这里。我来补充第2座石像。不可，不行啊，师兄可能会死的呀！放开手脚，我来做你的后盾。大师兄放心，你既然这么相信我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输？疾风，这就是气魂的能力吗？赋予。补充，快补充！师弟，他就剩下最后的1座石像了。魏坤，你说你怕死吗？怕，当然怕。我魏坤最他娘的怕死了。但让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度过一生，我宁愿死在这里。去死！喷雷！小心！大师兄 ，baby！ 你和我没区别。
快看看御剑能不能用。如果能用，立刻联系城中弟子过来会合。剩下的人守着点储尸地破境。你竟然吞了一截天魂雷根！别在这惊讶了，再惊讶一会儿，我就要被这东西承包了。这种天才地宝都能让你碰到，你小子还真是踩了狗屎运。什么狗屎运？我看全都是狗屁，差一点就爆体而亡了。这天魂雷根的力量还剩下一些，倒是可以给那雷龙蛋用，足以撑上个1年半左右。不过，这小家伙的灵根想要晋升的话，还差很多啊。诸位师兄，先走！所有人速速归去！是，师兄，快走！你马上就要塌了！叶枫，糟了！段兄和叶枫还在上面，我去接他们，你们先走。御空飞啊，还他娘等什么呢？再慢点儿，我们都得埋在这儿。厨师弟，我带个人飞不动啊！老楚。牛逼！所有人都先回去吧。京晨，你过一会儿再来找我，先把境界稳固一下。云天，你陪着他点儿。下次别这么拼命了。斗同门师兄弟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况且。也正是这些人给了我放手一搏的底气。宗主，稍微晚点再过去，这孩子太累了。派人给我送点祛疤的灵膏过来。师傅，你怎么不把我喊起来？要不徒弟自己来吧。来个屁！你来，后背上的伤口你能包扎得到吗？你这背后上的血色纹路怎么消失了几条？不知道，不见了。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快突破到筑基后期的，但接下来的3个月里，你不准突破筑基大圆满，听到没有？是，师父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会全力用来稳固境界和基础。走吧，和我一起去找一趟宗主。这次的事情关系太大，死了这么多弟子。景晨，你觉得这件事情有可能会是谁做的呢？紫阳殿，郑浩。第一次后土峰林东受伤，那几人的面容就不像是仙门之子。出手狠辣，并且极具目的性。因为当时我在出手与之撒的时候，对方明明有机会杀了林东，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。继续说。最早的时候，我去开启灵虚之前，和紫阳殿长老郑浩的弟子庞离发生了冲突，这才有了后面的生死类。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对方就已经惦记上了怎么弄死我。这件事情和你无关，生死类乃是光明正大下的战书，有什么事，宗门一力扛之，不需要你把这件事的责任揽到你自己身上。这秘境乃是从紫阳殿手中得到的，那么我怀疑第一次的人就是为了打探到这次进入秘境的名单，而且这群人是在我们之前就进入的秘境，这一点我非常确定。这
就是那群黑衣人中其中一人所使用的兵刃。但是这种机械相关的兵器，很有可能就是在地坤城里得到的。况且，若是在我们之后进入，秘境的波动不可能没有变化。一旦有变化，宗门长老不可能没有发觉。至于为什么我说有可能是紫阳殿的人，那是因为黑衣人中有人曾经说过，要让那领头的割下我的头颅领赏金。弟子为人尚可，况且我相信不会是咱们宗门内部有人要置我于死地，而有动机这么做的，我只能想到郑浩，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。那些黑衣人的身上没有任何一丁点的线索，但是我怀疑对方有手段能够控制那群黑衣人。好一个紫阳殿，好一个郑浩，证据！呵呵，我陆凌天会拿着证据找上紫阳殿，讨要说法吗？苍云剑宗私刑掌律何在？魏老在，调查一下，看看郑浩门下有没有弟子，又或者是自己需要提升雷系灵根的品质。只要有嫌疑，那就杀了他。是，宗主。小瞎子，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了？怎么就觉得见不到我了呢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都不知道，宗门里面的玉牌一个一个的破碎，可吓人了。玉牌碎裂，就代表着一个人本门弟子生死全都是进入秘境里面的人，我就可害怕你的也碎了。我没事，放心吧。他咋就炼气4层了？这也太快了吧！剑灵，怎么了？看来这次你的收获也不小啊。确实得到了不小的好处，毕竟我也没想到，竟然在这里能够碰到天魂雷根。这玩意儿就算是放在这整个苍云域，都绝对算得上是稀罕玩意儿。对了，这次叫你主要是想问问，我身上的灵纹为何会消失？至于原因，你就当做是你的体质特殊，这血纹是封印就好了。共计399道阵法灵纹，你到现在为止也只解开了9道灵纹，所以你根本不用着急。陈师兄，柳师姐，好小子，这体格是真够好的，这么快就恢复了。秘境一事，师弟还要多谢师兄给我放手一搏的底气。这算不得什么，即便那台上的人不是你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况且事后，我和你柳师姐也曾经讨论过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换做任何一个人，我们苍云剑宗的弟子都会损失更加惨重。幸好台上的人是你。这是那银甲冰丸，魏坤手里的冰丸不是已经都被毁了吗？这是我在外面得到的，并非是千机阵盘上的冰丸，就送给师兄了，希望能对师兄日后的历练有所帮助。不行不行，这冰丸太过珍贵了，还是你自己留着，当做保命的手段比较好，我不能要。你看，我这里还有一枚冰丸，而且品质比这个还要好，所以说师兄你就安心收下，好好养伤。你有更好的就行，不然这东西我收着良心难安。叶枫啊，伤势怎么样了？好点没有？好多了，师傅给我弄了不少补药，这2天都要给我补上火了。既然都补上火了，要不要来我这吃点烧烤什么的？在哪儿？别院还是玉湖峰？我马上就来。哎呀，林东也在我这儿呢。吃烧烤我们这里有大鱼大肉的，但是想吃个烤鸡，你要不想办法带来一只。不过林东可说了，他带的可是灵鱼，你要是带的东西太差，可不行。老楚你就放心吧，玉金峰没有灵禽，青木峰有啊。老钟啊，我死里逃生，
今儿叶枫做局，非要说在我这玉湖峰吃烤肉。不过他带了2只灵禽小母鸡过来，你要带什么就看着带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擎天峰炼丹阁的丹炉做挂炉烧烤，味道非常好。放心，我带的肯定不比老爷差。那个林东啊，我这伤势刚刚恢复，钟灵和老叶都说带了点东西来看我。那我马上过来。盛安啊，好久没见了。等会儿叶枫和林东他们都要来玉湖峰吃烧烤，但是这几个人都没有带酒。你看过来的时候带点不？放心吧，不就是酒吗？我给你们带最好的灵酒过来。这不就齐活了？哼，小瞎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全都听到了哦。空手套白狼是吧？呵呵，被我发现了吧？哎呀，不准打我！死丫头才练气4层，就敢爬玉湖峰，万一掉下去怎么办？我不管，我也要吃。徐爷爷院子里还有2条鱼，就在门外的小池子里面，可肥了。你说要是做成烤鱼，那得多好吃啊！说的好像也是。等他们几个来了，到时候看到我自己什么都没准备也不行。叶师兄怎么有空来青木峰啊？是找人吗？那个叶师兄是不是把咱俩都当大傻子了？那个兔崽子把炼丹炉偷走了，别让老夫抓到你！哎，二长老您在吗？嘘，徐爷爷这会儿应该在后院的椅子上晒太阳呢，别说话了。我抓到了！我抓到了！风间扯货，快溜！老楚，直接来我池子里抓鱼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多大个事儿啊！回头让小包子多喊你几声徐爷爷，你恨不得把毕生功力都传给他。2条灵鱼而已，给他吃点又咋了？那倒也是，不过宗门里一下出了3个小王八蛋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偷鸡的、偷炉子的，还有一个直接来我家里偷鱼的。哼，咋？小包子偷鱼就不算偷是吗？小王八蛋儿也不算他一份儿？小包子能一样吗？那是我大孙女，吃2条鱼咋了？哈哈哈哈！你小子还真把丹炉给弄来了。不是你丫非要吃什么挂炉烧烤吗？我最近穷的都叮当响，这2只鸡还是老子偷的。你俩该不会把徐长老池子里的灵鱼给偷了吧？偷啥呢？帮我拿一下啊！啊，看不出来啊，老楚，这动作很麻溜啊。
你小子这是直接把家底掏干净了吗？你应该还不知道，李胜安现在刻苦是在外门出了名的，境界也提升的比较快，关键是性格比刚入门的时候改变了许多。说到这些，我还得多谢京晨。曾经的我性格懦弱，只知万事都先保全自己。可经过那次之后，才让我明白，脸都是自己挣的。慢点，小心烫。好，烫，好吃。这味道绝了，要不我在宗门饭堂里面专门做这个挂炉烧烤？算了，哪有那个精力和时间？要是被师傅知道我堂堂一个内门精英跑去颠勺，高低得挨一顿胖揍。时间过得好快，转眼间已经来到宗门快1年的时间了。是啊，转眼间就已经过去1年了。哎，你们说那些金丹期和元婴期的大能修士，听说一闭关就是动辄3、5年，那境界更高了，岂不是闭一次闭就是100年起步？100年光阴啊，难怪所有人都在拼命修炼，以求长生。是啊，修长生盼长生，长生不老，与天地同寿，这样的诱惑谁能忍得住？凡人100岁便已是高寿，而现在的我们就已经可以安然无忧地活到200岁，等到了金丹期，更是寿元可达500年。几百年的寿元，可以能做的事情太多了。悠悠岁月，只有同行之人犹在，或许才是长生的意义。修炼成仙，攀登大道之巅。可若是自己在乎的人悄然消散在岁月之中，那我们的长生又有何意义？回望身旁四周，却连一个能够回忆曾经的人都没有。那剩下的岁月之中，岂不是一个又一个孤寂困苦的囚笼？是啊，我们只是初入深道的小人物而已。若真如仲林所说的那般，确实感觉有些凄凉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努力修炼，追上老楚的步伐，争取早日可以一同攀登大道之巅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回忆在这里喝酒吃肉的时候。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就是成为整个苍云域最顶尖的炼丹师。搞了半天，最近我才知道你是炼丹世家玉渊山的少主。你是琼台山庄少主，你不也没说吗？那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要成为名扬千古的大剑仙，走遍整座苍云域，甚至去往他域。东子你呢？我也没啥梦想，原本进入宗门就想着家里的爹娘能够过上好日子。前段时间归家探亲，我发现也如愿以偿了，住上了新房子，爹娘也不用受苦种田了，甚至我还能像梦中的仙人一样在天上飞，我挺满足的了。瞧你没出息的样！不能这么说，东子，这就是他的梦想，只不过他现在已经满足了，或许以后还会有其他的梦想。人和人不一样，不能因为别人的梦想听起来比较小，就觉得他没出息。没有经历过生活困苦的你们，又怎么可能理解得了东子的情绪？小胖子，你呢？有没有什么梦想？原本我的一生就都在琢磨着得过且过，有幸踏入仙门，刚开始的时候也未曾想过太多。直到我遇到了你，原本我只是想找个靠山，但是你让我明白了，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所以我也想尽可能的爬上大道的山峰，无论爬到哪里都不算亏，即便只能看到山腰上的一段风景，那也不算太过遗憾。我想身边有一群兄弟姐妹，去仙界看看。不愧是老楚，天赋好就是底气足，飞升这等大事说的都如此轻描淡写。老楚，反正你也不着急突破需要打磨境界根基，不如当我陪练得了，我可不想被你落下太远。可以，不过得给钱，而且你得做好受尽折磨的准备。放心吧，你就修炼所用的灵石我都包了。
老楚最近是怎么了？这么大的火气，下手也忒黑了。秘境破碎已经过去半个月了，紫阳殿那边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魏长陵宣称闭关却至今未回，珠峰长老也经常神神秘秘的外出，看来风雨欲来呀。京晨，来我别院一趟。弟子楚京城拜见师尊。二长老，小师弟见过师姐。你小子现在境界都和我一样了，我这师姐修炼还真是不够刻苦啊。这次把你叫过来，也是有事要告诉你们。北域每100年举办一次的百宗比武，已经确定时间了，就在1个月后。这次喊你过来，就是让你和你师姐准备一下。苍云剑宗共计10个名额，有你们2人。百宗比武，好家伙，100个宗门参加。这百宗比武的习俗，北域已经传承了数千年之久。整个北域的宗门大大小小不计其数，但是能够得到邀请的就只有这100个宗门势力，每个宗门也只有10个名额。这么多宗门，算起来也有足足1000名弟子参加。这比武也太宏大了吧？没错，这就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盛事。而且根据其排名，只要个人进入前100名，得到的奖赏也就越丰厚。比赛的奖品更是由北域天王龙曲亲自提供的，其中前50名弟子所在的宗门更是会得到诸多好处。奖励越丰厚，也就代表着竞争越激烈。顾师姐，上次苍云剑宗也去参加了吗？去了。那上次最好的成绩是排名多少？最好的成绩是排行86。这不就是垫底吗？大方一点儿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。上一届的百宗比武，苍云剑宗的成绩就是如此垫底。但是往前推3届，你师父带队的时候，苍云剑宗可是排名第39。说那些陈年往事干嘛？当初的事情不提也罢。这一次好不容易给你们2人争取到了名额，京晨就不说了。从修道之初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剑道天赋，实战更是经历过数次生死危机，对敌方面反而是犀利许多。你这死丫头天赋虽好，可实战太弱了。整日钻研那灵咒一道作甚，老夫又没有太多灵咒可以给你用。这次举办百宗比武的地方就在北域的天鱼关，只剩下了1个月的时间。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你们要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实力，争取可以拿到一个好的名次，给宗门多争取到一些资源。也不用给他们这么大压力，顺其自然便好了。宗门的排名是按照门中弟子的对决积分决定的，又不是光靠他们2个就行。这2天名额的事情应该就能够确定下来了。有时间你们2个去擎天峰上的藏书阁去一趟，挑选一下合适的功法秘籍。这次不会收取你们任何积分，并且会给你们开启后山的书阁，抓住这个机会。你们也都接到消息了？接下来的3天里，就是宗门内部进行名额的选拔赛了。没想到竟然还有上百个宗门参加比武的盛况。如果这么算的话，我好像也有机会上。东子也有机会。这10个名额难道不是从筑基后期的弟子中挑选吗？你不知道，这次的10个名额里面，筑基初期的弟子名额就有4个，中期3个，后期3个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宗主的关门弟子，也就是我们的大师兄武岩，会不会也参加？这次比武参加的全都是宗门之中的筑基期弟子。武师兄已经在前不久刚刚突破到了金丹境，已经不能参加了。接连破解，成为金丹期修士，不愧是能被宗主收为关门弟子的人物，这天赋可真不弱。既然大家都有机会，那就争取一下，到时候我们一起都去参加这次的比武。
接下来的时间，你们先努力争取到宗门出战的名额。我明天一早会去一趟擎天峰，回来之后我可能会去千峰山后面的大千瀑布那里。你们要是对剑道上有什么疑问，尽管来问我，大家一起努力。苍云域被分为4座大陆，分别是青云、灵虚、苍蓬、玄冥4座大陆。4座大陆之间隔着无边无尽的危险海域。青云大陆最顶尖的势力被称之为3宗6殿，而北域也只有紫阳殿和玄门殿，二者之间紫阳殿实力更强一些。看来这一次的竞争对手最强大的就是紫阳殿的弟子了。起来点儿！你这瞎子咋这么没有眼力见儿呢？看不到我扫地吗？别惹老高，他脾气怪得很。我们去书阁吧。少喝点酒，伤身体。就你这样的还去百宗比武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文导演，你真的放心让他也参加吗？要知道和苍云剑宗结仇的宗门并不在少数，要是他也……启文，踏入仙途，有些事儿是劝不得的。我若是劝了他这一次，或许这娃娃心里的那点心气也就折了。走吧。弟子楚京晨拜见灵老。又是你小子！行了，进去吧。这里面都是一些古籍，一定要小心对待。你们可以各自选择一本身法，一本剑法。剑灵，我想选一本能够发挥我最大实力的剑法，有没有什么合适的？仅凭2式剑法就能被放在这个书阁之中。剑灵，你可以将剩下的剑式和心法补全吗？堪堪达到地级的剑法而已，有什么补不了的？就选它吧。这套剑法可以将你现在的剑速发挥到极致，并且配合你的雷系灵力，杀力也还可以。师弟，挑选功法尽量从书架的上面挑选，下面的剑法大多品阶不高，对你来说有些浪费这次的机会了。师姐，这本功法挺适合我的，有些剑法或许是品阶很高，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并不是最适合的。师弟，我知道你天赋好，可正因为如此，你才不能浪费自己的天赋。适合固然重要，但功法面级的品阶同样重要。就算是一部皇级功法再适合你，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如玄级功法。这次的机会这么难得，可以尽量挑选一本品阶足够高的剑法。你上来就挑选了这本剑法，不如多看看，或许有其他的也很适合你。谢谢师姐的好意，我也明白其中的道理，但是这本剑法就是最适合我的。这小丫头日后若是专精灵咒一道，或许会大有可为。哦，为何？这小丫头体质有些特殊，但也不是什么很强大的体质，只不过因为这个体质的原因，她对很多人或事的共情能力很强，并且神魂比较坚韧。若是钻研灵咒一道，非常适合。那剑灵，你会不会什么那种特别厉害的灵咒啊？你看不上可以交给我啊。灵咒，区区小道儿，世间万法，一剑便可破之，学来何用？佩服，光是听我都已经热血沸腾了。那个说到底就是你不会嘛，没关系，人又怎么可能什么都会呢？就凭咱俩这关系，你直说我又不会嘲笑你，对吧？身法大成，不难入金丹者。算你这臭小子有眼光，也不枉我把私藏都拿出来了。不过紫薇荡魔剑只有区2式，虽说威力不凡，可要不要和陆凌天说一声？不像个蠢货，或许他有他的道理。陆凌天，给老夫滚出来！好胆！我还以为你要当缩头乌龟，躲在护宗大阵中不出来呢。紫阳殿3位长老上门，上来就要打碎我苍云剑宗的山门，好大的威风！
今天你们若是不给我苍云剑宗一个说法，怕是有些说不过去了。哼！就凭你们3个，也敢来我面前耀武扬威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我或许已经猜到了紫阳殿的长老为何前来。于成，我陆凌天念你年纪大了，碰面喊你一声于老，可你是不是忘了，你也就是紫阳殿的供奉长老而已？敢出手破我苍云剑宗外层结界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200年前这陆凌天不过是元婴中期，现在怎么会这么强？陆凌天，今天我来乃是奉店主之名而来，你苍云剑宗做了什么？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哦，我苍云剑宗守着我们的1亩3分地，也没怎么碍着紫阳殿吧？做了什么？要不你挑明了给我说说。这个人你应该认得吧？哎呀，这不是紫阳殿长老郑浩吗？这是招惹仇家吗？死的也忒惨了点。陆凌天，你看清楚他身上的伤，明显是你们苍云剑宗之人所杀。这件事情你若是不把凶手交出来，紫阳殿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死了，郑浩竟然都被杀了。原来爷爷口中所说修仙之人更是睚眦必报，竟然是真的。这几个紫阳殿的老家伙摆明了就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接下来要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陆凌天，装傻充愣在紫阳殿面前没有任何作用。殿中长老身死，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来到我门口把屎盆子扣我头上。于昌，你没修道以前是挑粪的吗？凭什么人死了就是我苍云剑宗杀的人，就没可能是他郑浩自己的仇家来寻仇了？哼，你不用跟我废话，既然我站在这儿，就摆明了告诉你，紫阳殿手里有证据。哦，有证据，那不如拿出来给所有人都看看，给整个北域的宗门都看看，郑浩因何身死？紫阳殿的威严不允许有半分的践踏，3天，只给你3天的时间。时间一到，你若是不把杀了郑浩的人交出来，那就准备开战吧。紫阳殿会踏平了你苍云剑宗。我们走吧。当婊子立牌坊，能当好人的都让你们紫阳殿做了是吗？合着你们都弄明白事情的原委了，却依旧选择如此以保全颜面是吗？好啊，我还就告诉你，人不是我们杀的，让我交凶手。没有能耐你就把证据拿出来。我也好给北域的人看看，回去告诉韩天歌，如果紫阳殿想立威，他找错人了。紫阳殿若想开战，我苍云剑宗随时奉陪。我建议还是如实禀报上去算了。该死的，苍云剑宗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元英境修士？哼，一群自不量力的家伙，竟然还想妄图与紫阳殿掰手腕！哼，让他陆凌天再蹦跶2天，若是3天后不将凶手交出来，到时候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此生不悔入剑宗。哈哈哈！果然，你刚说完，他就来了。哈哈，凌晨，快过来坐。这小子境界突破的这么快，竟然根基还如此稳固，真是个妖孽啊！不过，顾冉那丫头，你真要让她去参加百宗比武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对于紫阳殿的威胁不是那么在意？放心吧，苍云剑宗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弱，只是因为这些年宗门的资源太少了，能够帮助宗门争取资源的弟子不多，这才导致了宗门内部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。好在这些年的弟子资质都还不错，不光是你，其他珠峰这些年来所招收的弟子资质都非常好，但是这些人大多数都已经踏入了金丹境，修炼的也更加刻苦，所以平日里你们在宗门之中很少能看到，只有很少数的时候，某些弟子缺少积分灵石才会出关。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虽然因你而起，但绝非只是因为你而已。对于那郑浩来说，杀你只是他的目的中顺带的一环。况且，苍云剑宗也如你师父所说的那般，并非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。京晨啊，今天老夫就好好指导你一番。谢二长老受累指教。搞啥呀？快来帮我！这小子我特娘压境打不过他。怎么教出来这么个怪物的？他的实战经验和战斗本能的直觉，堪称我所见过的所有人中最强的。不可言，不可言。
仅仅是我教的那些。他不可能强到这种地步，强得过分。如果他去参加百宗比武，或许真的能带领苍云剑宗拿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排名。不愧是空灵道体，此等悟性堪称妖孽。这还仅仅只是他破碎了9道灵纹，若是等后面彻底解开第1层，恐怕他的金丹品质会很高。大千瀑布等你。你们这是在干嘛？这不是看这边人挺多的，我们也就来试试嘛。面对瀑布直流而下的冲击，我们连剑都拿不稳。哈哈，楚师弟竟然也来大千瀑布了，要不要来试试？楚师弟来试试，看看能否承受这冲击。我看你们就没安好心，楚师弟别听他们的，该怎么修行自己看着办。小师弟，谢谢各位师姐关心。这特妈不就是眼瞎心不瞎吗？臭小子心眼看得比我都清楚，这小王八蛋。京晨，你要是想试试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从那个最高的平台适应一下。诸位师兄，想让我上去丢脸，起码给点彩头不是？小师弟我坐庄，要不要下点儿？老楚，我绝对相信你的实力。第2层石溪200块，我真就这么多了，不然我就多下点儿。你就天生没那个赌运。楚师弟精明的很啊，宗主赏赐了那么多积分，都还想挣我们点儿，这算盘打得我在被窝都听见了。来来来，压10块，3层阶梯15息。那就玩玩吧，最下面1层3息50块。对了，我叫林青瑜，记住我的名字，别到时候找不到我。幻水峰上一届的天之娇女林青玉，好像同样要参加百宗比武。诸位师兄师姐，买定离手了啊！哈哈哈！楚师弟好强的体魄，仅凭肉身的跳跃之力，竟然都能钻进去。我就说第2层平台赌对了。难道是力竭了？这就是水的力量吗？如此汹涌和激昂。他奶奶的，还真是个妖孽！这肉身都和那些以武入道的武修有的一拼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小师弟，谢谢各位师兄师姐的慷慨解囊了。谢谢林师姐信任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没想到最后还让楚师弟帮我赚了一些，不错。哎，怎么了，师姐？我知道你们都想要参加百宗比武，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修炼？幻水峰这几年新进弟子比较少，今年的百宗比武，幻水峰可能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我想和你们一起修炼切磋，起码不是我自己闭门做哭。当然可以啊。天天有个如此养眼的大美女跟着修炼，很难不提劲儿啊！那师姐，我们就后天在擎天峰的演武场上见。毕竟明天才是名额选拔的日子，我都还没确定能不能参加。楚师弟就别自谦了，现在宗门上下谁还不知道雷震长老和楚长老2人压境没打过你的事情？这玩意儿全宗门上下都知道了。
不然你以为大千瀑布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现在我知道已经确定的名额里面只有3个人，你、我还有顾师姐，剩下的7个名额就是明天需要挑选的了。把你的也拿出来啊，我把我在千凤山的位置给你标记出来。明天一早你来找我，我们一起去演武场。我就不该信叶枫的鬼话，求的赌啊！赌吗？五五之分，运气不好罢了。今天你们看到我之所以在那里飘来荡去的，是因为我在瀑布之下感受到了一股属于水的大势。这种感受让我改变了对于五行灵根，又或者是其他灵根的一些看法。水系灵根在我们的认知中，或许都是相对轻柔和冰冷的。日常的疗伤方面，水系灵根的修士更有优势。但是今天在我感受到瀑布的水流力量之后，我突然发现水系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丝毫不弱于雷系。众人皆知雷系、金系、火系是主攻伐一类的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只是我们对于元力的运用还太狭隘了。如果水系元力能够层层叠加，那么爆发之后的力量就会像今天的瀑布一样，甚至是滔天巨浪。东子的土系元力，如果你不去刻意的防守，将其转变成更加厚重的大山压向对方，力量一样十分恐怖。我若是用庚金之力来防守，那个时间紧迫，能不能帮我把那剑诀残篇补齐啊？一共16式而已，我给你推演出18式，但是你必须要分我一些元力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都是小事儿，劳驾劳驾。老楚，你没事吧？修炼一宿，气息怎么还弱了一些？那个，我怕修炼太快，直接突破金丹境了。为了等等你们，我还是在精炼体内的元力。没想到你这么早，他们几个呢？他们几个都去忙着今天的选拔名额去了。那林师姐，我们就随意点切磋一下。灵气，见名避水。师姐不用这么拘谨，随意点就好了。与人决着，这是最起码的尊重。魂器，苍狼。魂器？你手里的竟然是魂器吗？法宝级别？我这灵气已经是师父能帮我找到最好的了。想不到师弟不光觉醒了剑灵虚，竟然还得到了一柄法宝级别的魂器。来吧！好快，他竟然仅仅只是在依靠强横的肉身力量。我输了。你是如何做到强行变相的？刚刚你的那个姿势根本不可能绕到我的身后。还有，你的剑为什么会这么快？一个虚晃的假动作而已，不过是他做的比较真，将整个人的重心都真正的放在了右脚上。不过这种事情也就骗骗小丫头罢了，在真正的高手眼里，你的这点小手段根本骗不过任何人，到最后也只能是一头撞上别人早有准备的剑刃罢了。我就先回去了，有时间你可以去闯一闯剑塔。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剑塔的经验对你来说刚刚好。剑塔傀儡有个屁用，全都是一些死物，连脑子都没有。这瘸子的话和剑灵的评价竟然如出一辙，他到底是谁？师姐，你知道那个高启文的过往吗？不知道，我入门的时间也不长，但我知道他脾气一直都是这样。弟子楚京晨见过林老。怎么着，想来藏书阁换剑诀？林老，
敢问那高师兄在哪儿？高师兄，你是说启文？是不是他又骂你们废物了？他在擎天剑锋看百宗比武的名额选拔呢。你觉得我很废物？没错。原因呢？没什么原因，就是单纯的觉得你很废物。打一架？不打，我是瘸子，你看不见？我是瞎子，看不见不正常吗？因为你还不够强啊！此等问行，平生罕见。瞬息之六，还差一点，最后一点，能行吗？这17剑是浪涛叠加之势，还差最后一剑。哈哈哈哈哈！幸亏老楚给我说的那一番话，今天小爷我那一式防御，直接给对方整懵了。虽然得到了名额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。百宗比武，天才多不胜胜数，还是要好好修炼。这一步跨出去，意图这么明显，简直太臭了！傻不拉几的横冲直撞，撞的都是屎吗？兄弟们，走吧！大师兄无言，出发！韧性真的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这一届能不能少死几个人，对吗，云天？纪文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心里的那口气还没松开吗？没松，也松不得，松了人就没了念想了，就彻底废了。就看能不能把这口气吐出去了。这次或许有机会的。他是我在宗门之内300年来所看到过最优秀的弟子。百宗比武，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残酷一些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，一定要小心、小心再小心。不过能比我们现在还精明的，应该很少了。毕竟老高的毒舌虽然不好听，但真是让我大长见识。也不知道他那个嘴是怎么练的，怎么那么毒啊？好了，此行距离天域关还有7天的时间，我就去闭关了。你们几个也是放平心态，不要再继续修炼了，好好梳理一下最近的所学。此次百宗比武赛制同样是同境修士两两对战，每个境界的弟子输赢的积分制度也不一样。主机初期赢了积1分，中期2分，后期3分。可如果一旦输了，则是翻倍扣分。魏老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积分很难往上累积啊。没错，就是很难积攒。所以总积分对应了宗门排名，代表了一个宗门之中弟子的整体实力如何。如果有些弟子的实力不够，一直在输，那么就算是只有寥寥数人，也足以拖垮整个宗门的积分排名。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我要你们所有人，在需要放弃的时候立马放弃。毕竟是擂台比武，难免有收不住手的时候。每年的百宗比武都会有不少弟子死在台上，你们
都是苍云剑宗未来的希望。就算苍云剑宗没有资源，我们一群长老出去猎杀毛兽都可以，那也不需要用你们的性命去换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这是什么妖兽？好威风啊！三阶妖兽青云居，这是哪个宗门？好大的排场，堪比金丹期修士的青云居，竟然用来拉动云舟。和紫阳殿并称为3宗6殿的玄门殿。好了，我们也加快速度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皆是代表着苍云宗宗，所以切记谨言慎行。但若是有人不长眼的凑上来，那就给老夫狠狠的揍回去！想不到这次竟然是魏老哥亲自带队。葛青，你不是喜欢独来独往吗？怎么现在？以前年轻嘛，喜欢独来独往，后来发现出来混都要讲实力、讲背景，那老夫干脆直接选了个最好的喽。北域天王手下做个供奉也挺好。想不到年轻时候桀骜不驯的葛青，竟然也开始找了靠山。要不要考虑来我们苍云剑宗？算了算了，一把身子骨了，懒得折腾。这些都是你们这届的弟子，不错不错。我先安排你们去住处吧，就在天娱城内。比赛的时间定在3天后，所以你们还要等2天。还有2天的时间，这2天你们可以在这里随便转转。走吧，直接把东子也喊上吧。我们是不是要去红尘炼心？寒来暑往又是1年，望万事顺利。走吧，哥几个，今天正合适红尘炼心。行了，既然大过年的来都来了，咱们也进去吧。那个应该很贵吧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你们去，我就回去休息了。不用多想什么，你手里面的1块灵石足以换凡间黄金100两。再者说，我们也只是进去喝喝酒、听听曲儿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1块黄金100两，这么说，平日里我们修炼所消耗的灵石，岂不是都有万两了？算了，我们去随便逛逛，见识一下那天域城。公子要不要尝尝桂花糕？公子4分，现在吃。好漂亮的女子，没想到这凡间竟然有如此气质出众的女子。确实如此，好吃。要不我们还是去？这不就对了吗？都是修道飞天的仙人了，哪有在这儿担心钱财的？听我的，绝对是炼心之绝。有没有位置好一点的雅间？哟，几位爷！这些女子的武艺倒是下了大功夫，挺不错的。炼心之地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用了，都退下了。我们只是来听曲儿的。这不是那个卖桂花糕的女子吗？怎么会来青楼卖艺？或许是家中有苦衷吧。给楼下弹琴的姑娘点茶了，酒上快点。小人明白，这就去办。小女子姓宋，名之昂，
特来献一杯茶，聊表谢意。100两银子就上来进个茶庙，都不说抚琴一曲。可以，但是得另外付钱。收下吧，毕竟这100两酒楼不会抽成。抚琴就算了，下次若是姑娘欣喜，有心抚琴一曲，倒是可以再聆听一次。不要用仙人的身份去蔑视任何人。我来这里，无非就是听听曲儿，喝喝酒。人生来平等，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了有些人一生富贵，衣食无忧；有些人生来清贫，却灵魂滚烫。诸位师弟师妹，那就跟我走吧。好强，这种感觉十分危险。剑灵，如果是他的话，有没有资格成为100号幻境之中的阴魂？很有可能，但是目前的他还达不到。不过他的潜力很大。楚师弟，你先带着他们在这里等下，我先去把宗门身份注册了，再回来带你们过去。七仙门青龙斗紫霄剑阁。不疾风，金丹境。找死！七贤门丁庆，堂堂金丹境修士，仗势欺人。苍云剑宗弟子杀我七贤门弟子7人，倒是好生狠毒的心性。丁庆，此时此刻，我代表苍云剑宗对你下生死战书，你接是不接？你不是觉得我师弟杀了你七贤门弟子吗？不是想报仇吗？我给你机会，你我同境厮杀，生死自负，非常公平。窝囊废！既然没有那个胆量，你就别在我苍云剑宗面前叫嚣。哼，只能狗叫的废物，机会给你了，你也不中用。希望能在擂台上碰见你们。把你们七贤门的人都火晃了，都还能剩下一张嘴是硬的。我等乃是宗门崛起的根基，也要从我们开始，彻底让所有人都不敢小瞧我们。下次再有金丹境修士对你出手，我自会挡在你们的身前。不用太过勉强自己，隐藏实力。臭小子，知不知道金丹期修士意味着什么？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？好了，人没事就好。
以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。要不是大师兄出手，老楚都要提剑砍人了。骂他们干嘛？是别人挑事儿。不错，武岩和京晨今天都给所有人展现出了我们苍云剑宗的态度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挖他祖坟。苍云剑宗蛰伏多年，是时候展露锋芒了。哗众取宠罢了，不足为惧。这次的百宗比武，能够让我高看一眼的只有2个人：玄门殿的关青云，还有就是凌霄阁的纪灵兰。他的剑虚品质非常高，实力也非常强。北辰，你切莫掉以轻心。在下北天王龙须今日主持这百宗比武，意欲让百宗弟子之间相互交流、相互提升，增长一些见闻。老规矩，宗门积分成为魁首的宗门，奖励中品灵脉1条，下品灵脉3条，立级功法10部，洞天福地秘境3座。难怪一些强大的宗门越来越强大，争取夺得一个好的名额。这是记录积分的石碑，每一轮的对决抽签也由石碑决定。抽签吧！既然抽签结果已定，那就开始吧。六阳书院，看得切记不要让他们施展法宝之能。在下六阳书院陆承言，听过阁下的一些事迹，一会儿还请手下留情啊。苍云剑宗楚京晨，比武切磋，尽量莫要伤人性命。好了，百宗大比现在开始。呵呵，蠢货！一阳开天眼，二阳撞五感，三阳纵疾风。就这，能不能把剩下的几页也翻开？哼，目中无人的家伙，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！四阳刀气场，难怪速度这么快，竟是风系灵根，筑机器就能释放刀芒，有点意思。五阳力万钧。哎，这就是年轻人啊，太拖大了。真言类法器实在太过逆天了。我才是天之骄子，我才是要带领书院走向辉煌的人！死死死，去死！发掘天影山！苍云剑宗楚京晨胜，计3分。六阳书院耿若胜，计1分。认输。老魏，别冲动，有什么事交给我解决，切不可出手。他们这就是在有意的针对我们，你看不见？魏老，你别太过分。哼，都是擂台上小辈的事情，你在这里非要逞什么威风？
可有人违反规则？回北天王，一切皆在规则之内。台上事，台上解决。若是再有人不满，退出比武便是。他刚刚转头的一瞬间，目光似乎隐晦地看向了某个方向，难道是受人指使？魏老，你没事吧？景琛，接下来的比赛你们一定要小心。这些人根本不是往年那般打伤我宗弟子，他们是有目的的，要置我们于死地。我认！我今天能让你说出来，今天就跟你姓。够了，我们认输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认输是要浮空擂台上的弟子开口才算作数吧？没错，我等身为六阳书少长老，已经说了我们认输，为何不能作数？规则如此，你有意见吗？好一个苍云剑宗，我记下了。当你们杀我宗弟子时，仇怨便已结下。想报复，尽管放我过来，狗杂碎！苍云剑宗，好自为之吧。等你们死时，我会亲眼看着你们哀嚎的。先回去疗伤，剩下的事一会儿再说。没事了，性命保住了，根基也未受到太大的损伤。接下来的比赛肯定会更加的激烈，对手的手段也会更加的不择手段。所以，还是那句话，宗门的辉煌不需要你们付出生命去创造，一切以生命为重。现在还有完好战斗能力的只有你们7人了，接下来的战斗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。所以经过我们几人的讨论之后，决定放弃接下来的比赛。放弃与否，还是尊重你们的意见。宗门就是一个温室，等你们达到金丹境离开宗门之时，会发现外面的世界永远比试炼更加残酷。所以，是否继续参加，还是看你们的意见。我愿意继续参加。到底是谁在针对我们，还没揪出来，我心不甘。我也愿意继续，这口气憋在心里，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，实在是恶心的慌。凭什么我们要受这种委屈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他个天翻地覆，让这北域天下看好了，我苍云剑宗弟子的气节如何？手中剑快不快？
哎，看来苍云剑宗今天是来退赛的了。昨天1死2重伤，少了整整3个人，怎么打？是苍云剑宗的领队疯了吗？都已经这样了，竟然还要参加？好一个苍云剑宗，如此魄力，真的是让人不由得心生敬佩啊！那些弟子的眼神很明显都知道自己今日要面对的是什么，但其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的退却之意。此等宗门，谁又说得准下一个100年会变成什么样子？百宗齐聚，唯独不见六阳书院，据说已连夜离开天域关了。根据昨天的积分排名，剩下的后50名宗门已经淘汰了。既然天意如此，那今天就顺其自然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第2轮的抽签。师傅，这个玄天宗和高启文有恩怨。他的腿就是在和玄天宗那次的百宗比武里废的。老高看似年轻，实则已经接近400岁了。他甚至比我还要早进入宗门。总之，老高的心结就在玄天宗的身上。哟呵，这不是大天才高启文吗？怎么还瘸着呢？苍云剑宗都没给你弄点丹药给你续上吗？还是说当初我那一脚踹得太狠了，到现在都只能跪在地上站不起来啊？废物就是废物，即便是过了300年，还是那个废物。滚！哼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走着瞧。既然300年后的我们双方再次碰面了，这就是天意，我们走着瞧。第一批对战的宗门做好准备，可以开始了。都是些什么垃圾？什么时候能碰到赵北辰呢？我都要等不及了呢。不愧是玄门殿的弟子，那个少年是玄门殿今年招收的天才，王品火灵根，名叫关青云，实力非常强悍。纪灵兰，6殿之中谁不知道我关云云喜欢你？你怎么就不答应做我道侣？喜欢我？当然，我又不是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表露我的爱意。哦，爱？那你对我有多爱？怎么表现？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这家伙怕是要吃瘪了。跪下，舔我的脚。你再说一遍。不是你说的什么都愿意给我，以此来证明有多爱我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跪下来舔我的脚，让我看看你有多爱我。女人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既然不能跪下来证明你爱我，就滚远点，别挡路。凌霄阁弟子速速入阵。我们走。好生高傲的性子，犹如人间女帝一般的发言，很难不让人钦佩啊！听到没？我靠，这个女人我爱了！那你也去跪下来给她舔脚证明一下吧。如此高傲的女子，我啊无福所受，只能在那红粉之地寻找姐姐们高耸胸膛的安慰喽。在下太虚谷谭听溪，久闻铃兰姑娘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质非凡啊！不如趁着还有些时间多交流交流。在下可是仰慕你很久了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废话真多。就是现在！速说！你早就看出来了是吗？
你很强，希望有机会交手。你怎么不问问他叫什么？只要他够强，犹如傲雪寒梅，我自然会知道。苍云剑宗对战玄天宗，两宗弟子上台准备。另因苍云剑宗弟子只参赛7人，所以另外3个名额作废，不计任何分数，各尽所能。那瘸子平日里教导你们学剑法，昔日被我师傅打得跟条狗一样，还想妄图翻身？原来是那个人的徒弟。灵咒第268，地残。好快的剑，可惜你连我的法袍防御都破不开。摧心剑斩！分雷剑斩！认输！认输！认输！我们认输！快让他停下！只有台上弟子说出来才作数。我认。废话真特么多！小畜生，你该死！想死，你就动一下试试。认输！今天你们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们都打出了苍云剑宗应有的气质门风。就这样吧，到此为止了。你们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好了，我要去过去看看那几个受伤的弟子，就到此为止吧。明天上午一早我们就启程，准备回去。谢谢。努力至今，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吗？被宗门寄予厚望的我们，难道要就此回去了吗？楚京尘呢？走，去天玉山，楚京尘在那儿。看来又是一个心怀不甘的少年郎哟。失败者就是如此，明明什么都做不了，还要来缅怀一下，屁用没有。难道他只是为了记住今天的失败，以此来激励自己吗？京尘，可以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师父，我不甘心。苍云剑宗楚京尘，请求开启炼狱挑战！京尘，你这是在胡闹！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师父，弟子自然知道在做什么。若非如此，我心不甘。你做了我曾经做过的事情，真是一个找死的蠢货。哼，
我还以为是个能够隐忍之人，还是太自大。炼狱挑战，倒是个人物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苍云剑宗弟子开启炼狱挑战。时隔300年，百宗比武又一次开启了炼狱挑战。上一次开启，同样是你们苍云剑宗的人。师父放心，弟子不会丢脸的。炼狱挑战，记录碑抽接到的任何宗门，都需要派出10名筑基后期弟子，车轮战，没有任何停歇。一旦挑战成功，加分30；一旦失败，再无任何机会。小子，一定要赢啊！一定不要消耗太多元力在开始的弟子身上，速战速决。宗门比武抽签重新进行。苍云剑宗对战玄门殿。老楚，你也要任由他胡闹吗？苍云剑宗好不容易出了个1000年难得一见的，你难道就想看他葬送先徒吗？魏老，难道你也要看着他胡闹吗？胡闹！什么时候宗门弟子为了宗门的荣誉拼命，也变成胡闹了？今天就算楚惊魂死在擂台上，他都是站着死的。我苍云剑宗举办大典厚葬于他。这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，我们都该相信他。小瞎子，既然人家都挑我们做对手了，那就不要给人家当了垫脚石。玄门殿弟子听令，谁要是能把他斩落高台，赏灵石3000。玄门殿，曹阳，苍云剑宗，楚京尘。老楚加油啊！楚师弟，干翻玄门殿！炼狱挑战开始！开始！无涯天罡变！这起码是玄级上品的剑招。我认输。下一个。好强！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宗主，狂雷峰弟子楚京尘开启了炼狱挑战，或许这一代弟子会成为剑宗崛起的希望。都是一群废物，这一战我来！小子，你自己找死就不要怪我了，不自量力的家伙！你们都这么喜欢废话吗？希望你的实力和嘴一样硬，我会让你跪地求我！胡诌！光凭剑斗厮杀，我未必是这2个筑基怪物的对手。残红烈焰剑！你能挡下这波攻势吗？灵咒276三炎剑！我承认之前我小看你了，
确很强。破赤子，雷枪。本雷耶！我没想到将我逼到这一步的，竟然是你！他也觉醒了剑灵虚。鲜血开！疾风！狂言！去死吧！一袭八剑，能在这种强度的对轰下保持如此剑速，不得不承认你很强。我从没想过开启剑域之时面对的不是赵天辰。楚京辰是吗？我记住你了。真是个犟种！输了。你很狂，但是也很强。青莲天罡剑。老楚的剑道实力强的不讲道理。看来平日里都是我们在拖累他的修炼进度。楚爷爷，小瞎子他肯定会赢的，对吧？当他选择站上擂台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赢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没啥子大事儿，就是买包子回来的路上摔了一跤，把那白花花的包子都给扔地上，可惜了。去啥子去？不去了，明天多吃2个补回来就是了。小瞎子，你好点没有？臭小子，跟老夫说实话！哈哈哈哈哈！废话，当然是你今天到底出了几成力？要不是我和魏长老出手探查你体内的经脉，我们都被你蒙在鼓里了。好家伙，现在的弟子城府都这么深吗？你到底是为了迷惑谁？至于让自己受这么重的伤吗？赵主臣，那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感受到危险的家伙。如果对方都已经察觉到了一些东西，到那个时候，就谁都坑不到了。如果全力以赴对付关青云，
左手剑，时息足矣。哈哈哈！臭小子，放心吧，绝对不让你露馅儿。现在宗门的排名已经是第12位了，剩下的只要能多赢一轮，都是赚大发了。要乖，不能再让小瞎子担心我了。他都伤成那样了，明天还要去打架。安安不哭，安安最坚强了。不就是6个香喷喷的肉包子吗？就6个。宣北天王口谕：苍云剑宗弟子楚京晨，若是成功完成所有炼狱挑战，带领宗门夺得魁首之位，另赏苍云宗上品灵脉1条，外加3本地阶功法。楚京晨，你确定还要继续参加炼狱挑战吗？继续。哼，还真是个硬骨头。都这样子了，就不怕死在台上？命贱的主。听说这家伙以前就是个乞丐。别跟胖爷在这耍嘴皮子，真牛逼！你上去把他砍翻了，胖爷我赏你1万灵石，乐呵乐呵都成。欺负小丫头，我还真就瞧不上你们几个这狗德行。抽签开始。果然和我所预料的一样，如果没有关星云那样的家伙存在，就算是10个筑基后期铜境修士，也根本无法压制住他。走吧，看来最后的一战就是我和他了，还真是无趣。剑灵，这个赵北辰强不强？挺厉害的，上品灵根，先天剑劈，再加上一个王品灵虚。以这家伙的资质，即便是放在仙界之中，也是吊打一众大罗金仙嫡出子女的存在了。你不会动了心思去认他为主吧？认他为主？笑话！天上那仙君仙尊都不敢说这些话。圣品灵根，先天剑推，王品灵虚，这简直是怪物级别的配置。来了。今年紫阳殿的位置，凌霄阁要了。就凭你？特殊灵虚，想不到凌霄阁今年也收了一个如此妖孽的弟子。恐怕需要注意的不是那个凌霄阁的小丫头，紫阳殿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赵美人才更要提防。王品灵虚，呵呵，有点意思。寒霜步。好恐怖的威压！仅凭现在展现的实力，可以足以碾压关青云。
灵咒，前200的灵咒。排名第192的金金噬金狂舞。不陪你玩了。大黄霸剑，怎么可能？那小子觉醒的灵巫能力，难道是破刃？你的灵虚能力是破刃。算你有眼光，不过你们凌霄阁的晋升之路也就止于此了。凭你，恐怕还动不了我紫阳殿。紫阳殿上，说实话，我很期待与你一战。你很强。等我。明天的对手无论是谁都不能掉以轻心，如果势不可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魏老，我打算明天开始就不再隐藏实力了。你不是一直想隐藏起来对付赵北辰吗？明天的炼狱挑战若成，宗门积分势必超越紫阳殿。届时，我必须和排名第1的宗门交手。继续装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好家伙，还挺有城府，不装了吗？开始抽签，去吧，早晚都要面对。不愧是你，竟然装作重伤未愈的样子，一直到现在，就连我都没看出来，厉害呀，厉害！魁首之争在3天之后，这几天你最好还是闭关，这楚京晨的实力绝对不容下去。不容识窍，呵呵，在我看来不过尔尔。通知副店主可以赶过来了，已经到了魁首之争，总要过来看看。苍云剑宗积分排名第1，根据炼狱挑战规则，3天后他们将与紫阳殿进行最后的魁首之争。他们这是怎么了？他们这都是高兴的说不出来话了呢。第一，多少年了，只差最后临门一脚。就算最坏的情况你输掉了，宗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资源，你做的已经足够好了。这几天我准备闭关调整状态。老楚，太他娘的强了！你就像那劈开黑暗的勇士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这次回去，半年之内我必入金丹。小随安，小瞎子太累了，让他好好休息。爷爷陪你去玩好不好？不用，那我就自己玩。小瞎子太累了，就让他好好休息吧。京晨这小子让宗门有了剑骨，你看看最近这些门下弟子，哪个不是拼了命的在修炼？是他让这些弟子都有了一股子心气。看来百宗比武结束，就可以准备破境入金丹了。小姑娘，想吃？姐姐，我不白吃，多少钱我给你。姐姐喜欢你，就给1文钱吧。不白让姐姐喜欢，多给1文。
狗屁的天之骄子，这小瞎子一身恶臭，以前就是个乞丐。蝼蚁终究是蝼蚁，一个臭瞎子就算隐藏了实力又如何？在我看来，不过是平添了些许乐趣罢了。那个小丫头，之前测试灵虚的时候，庞离就因为她被杀了，对吧？听说是楚清风的妹妹。正好有火没处罚。走吧，过去看看。总不能让他们几个在城里杀人。不行，马上召集门下弟子，速去天域城里寻他。我听说昨天紫阳殿的弟子在喝花酒，有人在那条街上曾看到过小丫头的身影。老楚，先别慌，看看他的本命玉简。重伤。我去紫阳殿，你们继续搜城。我来问问，紫阳殿弟子昨日可曾见过一个穿红花袄的7岁小姑娘？没有，昨日弟子很早就回来了。最好没有，否则我不敢保证苍云剑宗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哼，什么玩意儿？真以为靠个瞎子排名上来了，就能和我紫阳殿平起平坐？一天就知道惹祸，弄死了吗？一群废物！找到了，苏来南城外，小包子。到底是谁干的？我要杀了你！找到了，快给他服下！发生了什么事？大半夜的如此吵闹。没什么事儿，京晨，你快进去修炼。老楚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快点把血骨丹拿来！平复心情，小丫头还没脱离危险，别让我们分心。小瞎子疼，虽然疼，知道是谁干的吗？不知道。虽安交给我们，你安心准备后天的决赛。无论是谁，我定让他付出代价。丫头的生机流失太快了，绝不能在这儿干等。就算撕裂虚空，也要强行把沈兰带过来。
两位快去，我留在院中死守。你要拦我？不拦。那小丫头死了吗？这是百年中木髓，能吊命。我挺喜欢那小丫头，没拦住他们，还被揍了一顿。这破烂紫阳殿，老子不待了。你真想好了吗？敢找上门来，怎么样？那小丫头死透了？哎呀，真可惜，当初扔的破地方还是我。你敢杀我？第一个。当时我那一脚把他踹出足足3丈，要不是死胖子多管闲事，他早死了。死瞎子，给你8个胆子，你敢杀我吗？进去。是林泉的偏房，快进去看看，到底是谁敢杀我紫阳殿弟子？快住门！你知道吗？她连吃一个包子都会开心许久，她只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。你们怎么下得去手啊？里面还有人，杀人者还没走，快直接撞门！你楚敬晨，李全，左手剑，难道说他一直都是左撇子吗？从炼狱挑战一开始，他就没有用过全力。你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今天你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里。我知道。追！今天不杀他，明天整个北域都会看紫阳殿的笑话。必要时刻，就算是破镜都可以。徒儿不孝，见岁安惨状，心中戾气难平。为不给宗门添麻烦，今日擅自退出宗门，还望师父莫怪。想好了。分头寻找，到时候再没杀死。以他的实力，你们任何一人单独遇到，撑不过5击。分散开，李华，你怕是在天霄宗呆傻了吧？蠢货！4个。集合！不能再落单了！荣家和袁凯死了，速速破镜！筑基境对他根本毫无威胁。紫阳殿的弟子谁死都行，唯独李华不行。他若死了，天霄宗必会迁怒紫阳殿。你们2个抓紧走，光凭我们几个怕是没办法杀了他。他真的这么快就杀了4个人？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赵北辰。以他谨慎的性子，恐怕不会对我率先出手。想死我不拦你，要不是因为你天霄宗的身份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你说你们为什么要那么对他？这里是洞穴，我抹去了痕迹，赵北天至少要3、5个时辰才能找到你们。但我挑了你们手脚，1个时辰你们就会失血昏死。
既然瞎了，就自己算好时间哦。你们脸上的是蜂蜜，熊类妖兽最喜欢这种东西了。你们知道吗？熊的舌头上长满了倒刺，舔一口，足以让你们生不如死。当初岁安给你们跪下磕头的时候，你们可曾放过他？他被你们折断四肢，踢来踢去，求饶的话说的少吗？所以这一切都是你们应得的。紫阳殿弟子残虐苍云剑宗7岁女孩，陆京晨主动退宗，夜闯紫阳殿，虐杀数名天骄，生死不明。